你此刻抱着手机思考宇宙为什么存在的念头，竟然直接决定了137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必须发生。这个彻底推翻因果认知的反常识结论，是物理学界争论了近100年的终极谜题。咱们从最硬核的观测事实出发，一层层拆穿藏在时空深处的终极秘密。咱们从小就被灌输一个常识，宇宙是137亿年前大爆炸炸出来的，先有了星系、恒星、行星，又过了上百亿年才偶然演化出人类。我们只是浩瀚时空里无足轻重的尘埃，有没有我们，宇宙都照样转。1929年，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做出了那个改写人类认知的发现，宇宙里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不是哪个星系自己在移动，是整个空间本身在膨胀，就像正在吹大的气球表面的小点，彼此的距离越拉越大。这个发现直接把大爆炸理论推到了台面上，也坐实了宇宙有个起点的结论。137亿年前，那个密度无限大、温度无限高、体积无限小的起点突然膨胀，才有了现在的一切。可问题也跟着来了，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是什么触发了这场创世级的事件？这个问题让爱因斯坦着迷了一辈子。这位相对论的创立者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宇宙最不可理解之处在于它竟然是可以理解的。你细品这句话，宇宙为什么这么有序？为什么刚好遵循精确的数学定律？为什么这些定律刚好允许原子、分子、恒星、星系，甚至我们自己存在？以前这些问题都是宗教和哲学的地盘，现在已经成了理论物理学最前沿的课题。你就想象你手里有个宇宙模拟器，就几个关键参数：引力常数、电子的电荷强度、质子和中子的质量比例、强合力的强度。你随便调一个试试，把引力常数调大一点点，恒星刚形成就会直接坍缩成黑洞，根本没机会给行星提供稳定的能量。调小一点点，物质根本聚不起来，满天都是散碎的粒子，连恒星都长不出来。改电子的电荷强度，原子直接没法稳定存在，所有化学反应的根基直接垮掉。调个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差，要么质子全衰变成中子，要么中子全衰变成质子，整个宇宙就只剩氢原子一种元素，连块石头都凑不出来，更别说复杂的生命了。最夸张的是那个控制宇宙膨胀加速度的宇宙学常数，要是它的值大一点点，大爆炸刚结束，宇宙就会直接把自己撕裂，任何结构都留不下，小一点点物质永远聚不起来，整个宇宙就是一片寒冷稀薄的虚空。物理学家算过，这些参数的精确程度，相当于你站在地球上，朝着460亿光年外的靶子开枪，刚好打中靶心直径1毫米的中心点，差一丁点都不行。这近乎离谱的精准踩线，就是物理学界有名的精细调谐问题，把无数物理学家熬得掉头发。这时候物理学家史蒂芬·温伯格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宇宙在孕育出生命之前，不得不先孕育出演化出生物学家的人。这句话直接点透了人则原理的核心。我们看到的宇宙之所以这么恰到好处，是因为如果它不是这样，我们根本不会在这里观察它。说白了，就像你走进一家鞋店，发现架上的鞋全刚好合你的脚，你觉得太巧了，老板却告诉你，我这店里有100种尺码的鞋，只有合你脚的才会被你注意到，要是没有适合你的尺码，你根本不会走进这家店。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那些参数不对的宇宙，要么只有辐射没有物质，要么全是黑洞没有恒星，要么物质稀薄到连个原子都凑不出来，根本不可能诞生出能思考宇宙为什么存在的生物。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宇宙必然是允许我们存在的那个，这根本不是什么奇迹，就是幸存者偏差而已。当然有人觉得这是事后诸葛亮的套话，于是多元宇宙假说就出来了。既然有适合我们的宇宙，那必然还有无数个参数不同的宇宙，我们只是刚好中了奖而已。现在主流的多元宇宙假说有3种。第一种来自暴胀理论，物理学家艾伦·古斯1980年提出，宇宙在大爆炸之后经历过一段急速膨胀的时期，不到10的-35次方秒的时间里，体积直接涨了10的78次方倍。这段暴胀结束后，宇宙才恢复了正常的膨胀节奏。但暴胀这玩意儿不会完全停止，有的区域暴胀结束，就形成了我们这样的宇宙气泡，别的区域还在不停暴胀，不断冒出新的宇宙气泡。我们的宇宙说白了就是无限多元宇宙海洋里的一个小泡沫。第二种来自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物理学家休·埃弗雷特提出，每一次量子观测都会导致宇宙分裂，原本叠加的所有可能性都会在不同的分支宇宙里真实发生。你今天出门选择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你投的硬币是正面还是反面，每一个微小的选择都会分裂出一个新的宇宙。有的宇宙里你今天中了头奖，有的宇宙里你出门踩了狗屎，所有你能想到的可能性都在某个分支宇宙里真实上演。第3种来自弦理论，这个试图统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万物理论认为，宇宙的基本构成不是点状的粒子，而是极微小的弦的不同振动模式，就像小提琴弦振出不同的音符对应不同的粒子。弦理论推算出，宇宙可能有多达10的500次方个不同的真空状态，每个状态对应一套完全不同的物理定律和宇宙常数。我们的宇宙只是这天文数字般的可能性里的一个。但你发现没有，多元宇宙还是没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就算有无数个宇宙，那为什么会有多元宇宙？为什么参数可以被调节？为什么存在本身是可能的？要回答这些，我们得先解决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宇宙到底有没有目的？咱平时很容易区分有目的和无目的的事儿。水往低处流是重力作用，没目的；
你打字是为了发消息，走路是为了去目的地，这是有目的的。那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它的运行有目的吗？牛顿时代的科学家都觉得宇宙是上帝上了发条的精密钟表，按预定程序运行，当然有目的。但热力学第二定律出来之后，这套机械论直接被打破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时间只能往前流？你见过摔碎的杯子自己拼回桌上吗？见过泼出去的水自己收回盆里吗？见过人越活越年轻吗？都没有。因为时间的箭头是由熵增决定的，孤立系统里的熵永远不会减少，熵就是系统的无序程度，越乱熵越高。一杯水摔碎，熵增加；一滴墨水滴进清水扩散开，熵增加；蜡烛燃烧变成二氧化碳和热量，还是熵增加。整个宇宙都在不可逆的熵增过程里，从137亿年前大爆炸那个熵极低的起点，一步步走向越来越大的无序，最终会走到热寂，所有可用能量耗尽，所有温度趋于均匀，所有结构全部消散，只剩一片寒冷均匀的虚无。这意味着宇宙的演化根本不是朝着什么目的前进，而是在不断衰退，就像一座沙子堆的城堡，从精致的结构慢慢分化成平整的沙堆。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什么宇宙的起点是低熵的？按物理定律来说，一个均匀分布的高熵初始状态要比一个精密有序的低熵初始状态自然得多。就像你把一杯水泼到地上，肯定是乱流一地，不可能刚好泼成一幅清明上河图。而大爆炸的初始状态就是那幅精准到离谱的清明上河图。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直接说，宇宙的低熵起点是比宇宙本身更值得解释的奇迹。他甚至提出了共形循环宇宙学假说。我们的宇宙之前还有一个前代宇宙，那个宇宙演化到了极度均匀的高熵状态，所有物质都衰变，所有能量都均匀分布，温度接近绝对0度。这时量子涨落突然触发了一个极端低熵的区域，直接引发了我们的大爆炸。我们的宇宙只是无限循环里的一个阶段而已。但这还是没回答那个终极问题，为什么有东西存在而不是什么都没有？不过熵增的故事不是全貌，宇宙整体在熵增，但局部区域的复杂性却在不断增加。恒星从混沌的气体云里形成，行星从恒星的残骸里聚集，生命从简单的有机分子演化出精密的结构，人类文明发展出科学、艺术、哲学，这些过程看起来好像和熵增对着干。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就解释过，这根本不是悖论。复杂结构的形成会释放热量，增加环境的熵，局部减熵的代价是整体熵增的加速。就像你把乱掉的扑克牌理整齐，你得消耗能量，你消耗的能量散到环境里增加的熵，远比你理牌减少的熵多得多。生命和文明的演化也是一样，我们降低了自身的熵，却给环境添了更多的熵。这个观察指向了一个有意思的可能性，也许宇宙存在的目的就是演化出尽可能复杂的结构。毕竟离热寂还有不知道多少万亿年，它还有足够的时间玩这场从简单到复杂的游戏。这时候量子力学又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薛定谔的猫的思想实验我们都听过，密封盒子里的猫的死活和放射性原子的衰变绑定，没打开盒子观测之前，原子处于衰变和未衰变的叠加态，猫也就处于既死又活的叠加态。直到观测的瞬间，叠加态才坍缩，猫的死活才确定。这个看似荒诞的实验后来被双缝实验证实了微观世界的叠加态真实存在。你朝2条狭缝发射光子，如果你观测光子从哪条缝通过，它就表现得像粒子，要么走左要么走右。如果你不观测，它就表现得像波，同时从2条缝通过，自己和自己干涉出条纹。更疯狂的是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提出的延迟选择实验，等光子已经穿过狭缝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观测。结果光子的行为好像会延迟响应你的选择，你选观测它就表现成粒子，不观测就表现成波，仿佛你现在的选择能改变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惠勒由此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也许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上，我们这些观测者的存在参与了宇宙的构建，甚至我们现在的观测反过来决定了137亿年前的大爆炸必须发生，不是宇宙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参与创造了宇宙。当然这个解释现在还有争议，很多物理学家认为退相干效应就能解释这一切，不需要给意识加什么特殊 buff。 但不管怎么说，量子力学至少证明了存在这个概念根本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客观。聊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些理论都离自己太远，其实这类关于宇宙的思考早就藏在你我日常的小情绪里，只是我们很少主动察觉。最常见的认知误区就是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线性因果逻辑，默认宇宙的演化是单向的，137亿年前的大爆炸是因，人类的诞生是果，人类只是宇宙演化过程中无关紧要的意外，有没有人类宇宙都会按既定轨迹运行，甚至很多人会在受挫时用我不过是宇宙里的一粒尘埃来消解自我价值，却忽略了如果宇宙的参数差了一丁点，连你能在这里感慨自己渺小的可能性都不会存在。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真实现状，就是我们总是会把宏大的宇宙命题和琐碎的日常生活彻底割裂开。你可能刷到宇宙科普短视频的时候，会对着几十亿光年的星系感慨人类渺小，转头就会为了外卖超时5分钟生气，为了工作里的一点挫折失眠。
为了喜欢的人不回消息失落，我们默认宇宙的终极问题和眼前的柴米油盐毫无关系，却没意识到组成你外卖里的米饭的碳元素，你生气时呼出的二氧化碳，你失眠时大脑运转消耗的能量，全都是137亿年宇宙演化的产物。你当下的每一个细碎的感受，都和整个宇宙有着切切实实的关联。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潜在问题，就是很多人面对宇宙为什么存在这类终极问题时，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陷入彻底的虚无主义，觉得既然宇宙最终都会走向热寂，所有的文明所有的痕迹都会消散，那当下的所有努力都毫无意义，要么就把宇宙的精妙调谐归为超自然力量的设计，放弃理性思考，转而寻求玄学层面的安慰，却没意识到这些看似无解的问题，恰恰是驱动我们探索自身、探索世界的核心动力。把这些观测事实、理论推导和日常现象串起来，我们其实能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核心结论：宇宙的存在从来没有预设的标准答案。我们作为宇宙演化出的能够思考的观测者，本身就是宇宙存在意义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一个支撑的分观点是，所有对宇宙终极问题的追问，本质上都是我们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探索，根本不需要纠结所谓的唯一正确答案。伊曼努尔·康德在18世纪就指出，人类的理性有固有的边界，我们能认识的只是事物呈现给我们的现象，永远没法触碰物自体，也就是事物本身的样子。就像你天生戴了一副蓝色的眼镜，你看什么都是蓝的，永远不知道摘掉眼镜之后世界本来的颜色。我们的思维天生就被空间和时间这两种感知形式框住了，根本想象不出来没有空间和时间的存在是什么样。马丁·海德格尔也曾说，西方哲学2000年来都在研究桌子、椅子、星星这些具体的存在者，却把最根本的存在本身忘了。没人认真追问过为什么存在而不是虚无。在他看来，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奇迹，每时每刻虚无都有可能吞噬一切，但存在始终坚持着绽放出万物。这和量子真空里虚粒子不断诞生湮灭的状态简直是惊人的呼应。到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更是直接给这个问题画了边界，凡是可以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必须保持沉默。在他看来，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本身就超出了语言和理性的边界。试图回答他，就像试图看见自己的后脑勺，是概念上的矛盾，不是问题，没有答案，是他没法用语言和逻辑解答，只能在沉默中被体验。我们不需要逼着自己找到一个能说服所有人的宇宙存在的原因，毕竟如果宇宙真的有一个预设的目的，我们的人生反而成了按剧本走的提线木偶。正是因为没有预设的答案，我们才有了完全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第二个支撑的分观点是，人类的存在从来不是宇宙演化的意外，我们本身就是137亿年宇宙演化史上最了不起的奇迹。让保罗·萨特说过，存在先于本质，意思就是人不是被提前设计好的，没有什么你应该活成什么样的预设模板，你先存在，然后通过自己的选择创造自己的本质，也就是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他觉得宇宙本身是荒谬的，没有预设的目的，没有给定的意义，人类被抛入这个无意义的宇宙里，反而获得了最大的自由意义，不是藏在宇宙尽头等着我们挖的宝藏，是我们自己亲手创造的。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恒星的残骸，137亿年前宇宙只有氢和氦、碳、氧、铁，甚至你戴的金首饰都是恒星内部核聚变烧出来的。大质量恒星走到生命尽头发生超新星爆发，把这些重元素抛洒到宇宙空间，最终凝聚成太阳、地球、你的父母，然后是你。卡尔萨根说，我们都是星辰，这根本不是诗意的修辞，是实打实的物理事实。你大脑里的100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和上万个其他神经元相连，每秒进行数亿万亿次的信号传递，才产生了你的意识、你的情绪，你现在正在转的念头。哲学家大卫·查莫斯把这个叫做意识的困难问题。为什么一堆原子按特定方式堆在一起就能产生疼的感觉，就能认出红色，就能感受到难过？也许意识就是宇宙理解自己的方式，它花了137亿年演化出星系、恒星、行星，最终演化出能思考的我们。让我们拿着望远镜看它，拿着公式算它，问它为什么存在。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宇宙产生了意识，而意识又反过来理解宇宙。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是要服务什么宇宙级的宏大计划，而是在于你活过的每一个当下，是吃到好吃的那一口，满足是和朋友大笑的那一秒开心，是为了目标拼命的那一段经历。你有没有过某个瞬间，盯着夜空的星星或者手里的奶茶，突然冒出来一个念头，为什么我会刚好存在在这里，刚好在经历此刻的一切？你此刻正在思考的这个念头，本身就是宇宙137亿年演化史上最浪漫的奇迹。